相互偷家，俄乌同时在库尔斯克、托列茨克发动进攻，乌军电子战全胜，俄军回到1895年被迫使用线导无人机。前几天，大兵报道了乌克兰3线在库尔斯克发起第2轮进攻的消息。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事件进展。2025年1月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愈发激烈，双方在多个战线展开激烈攻防。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西维尔斯克战术行动集团对俄罗斯军队发起了多波次的攻击，特别是在别尔金斯克、诺沃索特尼茨科方向。同时，乌克兰军队还在普什卡尔诺附近发动了进攻，向别尔迪诺西南和南部推进。进入该村南部地区，乌克兰部队正在巩固切尔卡斯克耶、波列奇、马尔季诺夫卡和米哈伊洛夫卡的阵地，并已进入诺沃索特尼茨科，向亚姆西斯卡亚、斯捷普和新索罗奇纳西进，继续在尼科尔斯基、亚历山大及普什卡尔诺方向发起攻击。与此同时，乌克兰防卫部队还通过导弹打击了击中地点位于列戈夫附近的俄罗斯第76空降师指挥部。俄罗斯则在马赫诺夫卡的西南部和南部展开反攻，乌克兰部队被迫撤出了该地区的阵地。然而，在马赫诺夫卡的战斗中，俄罗斯和朝鲜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损失人数相当于一个步兵营。俄罗斯部队还对尼科尔斯基和马拉洛克尼亚地区展开了攻击。虽然俄罗斯宣称成功压制了乌克兰防线，但乌克兰方面继续在这些地区展开反击。1月7号，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主要突出部取得了一定进展。1月6号发布的地理定位影像显示，乌克兰部队在苏贾以西的北部波赫列布基地区取得了进展。俄罗斯一名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部队目前在别尔金附近的灰色区域占据了一些位置。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宣称成功将乌克兰部队从波赫列布基地区赶了出去，并且表示乌克兰在苏贾至大士兵村方向以及切尔卡斯科耶、波列奇附近发动的攻击未能取得成功。在特种作战方面，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宣称确认库尔斯克地区有13名朝鲜士兵成为货物300。乌克兰军队还通过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第810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24年12月25号，乌军就使用海马斯系统攻击了该部队，清除了其副旅长和多名高级军官。如今又出现了这种情况，看来该部队的信息保密问题确实需要加强了。在乌军大闹库尔斯克同时，俄军并没有选择正面对抗，而是加强在了顿涅斯克地区的攻势。俄罗斯军队近期在托列斯克地区的北部和西北部取得一些进展。1月6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部队已经沿着基特科瓦街推进，抵达托列茨克的西北行政边界。部分消息源称，俄军还向托列斯克北部的皮罗霍夫街进攻，但这进展尚未得到独立确认。尽管俄罗斯的军事博客称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托列茨克约90%的地区，但基于最新的地理定位视频和图像分析，托列茨克目前大约有71%的区域是处在俄罗斯控制下的。从2024年6月俄罗斯加强在托列斯克周边的军事行动以来，俄军通过缓慢而稳步的推进，逐步削弱了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防线。俄罗斯的进攻主要集中在减轻乌克兰对恰西夫亚尔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炮击压力，并试图削弱乌克兰在这些重要地区的作战能力。在过去几周中，俄罗斯加大了进攻力度，尤其是在托列茨克的北部和西北部，战局愈加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军队似乎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更为密集的进攻方式。一名乌克兰军队指挥官表示，俄军目前已开始每个班最多20人的兵力进行攻击，而不是以每个小组约5人的规模进行攻击。这种战术变化使得俄罗斯能够更有效地在多个方向同时发动攻击，从而加快了进攻进程。利用小股部队拉长战线，迫使乌军将本就不多的兵力分散，并寻找战线上的弱点，这是俄军一贯伎俩。然而面对这一阳谋，乌军在不增加兵力情况下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分析机构指出，尽管乌克兰军队在一些战线上进行了抵抗，但俄军在托列茨克及其周边地区的战斗进展仍然十分显著。随着俄军在这一地区的持续推进，乌克兰面临的压力将逐步增加。如何在不断的变化战局中调整防守和反击，将是未来几天战事发展的关键。
乌克兰部队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局部胜利，但俄罗斯部队的人海战术也让顿涅斯克的乌军束手无策。双方都在为争夺战场的控制权展开殊死搏斗，这可能是因为距离1月20号越来越近，双方都在试图在谈判前获取更多筹码，因此未来几天我们应该能看到战线发生更多变化。最近几天，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电报群都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部署了大规模电子战设施，导致俄军通讯系统受到严重影响，仿佛回到了电波被发现之前的1895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初期，乌克兰的电子战能力是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的。当时，俄罗斯的苏联时代电子干扰系统可以有效破坏无人机的无线电链接，防止攻击成功。乌克兰却几乎没有任何类似的防御手段。然而，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乌克兰在战斗中依靠灵活的技术创新，迅速弥补了这一空白。乌克兰拥有欧洲最具技术实力的劳动力之一，这使得其与俄罗斯的对抗中能够凭借技术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乌克兰的创新最初体现在无人机的使用上，乌军士兵将便宜的民用无人机改装成为作战武器，通过附加手榴弹等爆炸物执行任务。俄罗斯紧随其后，也开始大规模使用无人机，但是很快，乌克兰意识到必须快速发展电子干扰技术来应对这一威胁，尤其是在无人机作战领域。乌克兰的电子战科技公司，比如 Kivitas 和 Helios 迅速崛起，推出了许多的新的电子干扰和反干扰设备。Kivitas 公司目前提供超过40种电子干扰解决方案，包括能够为士兵提供300米范围内保护的便携背包干扰器，能够覆盖长达10公里范围的强力固定式干扰设备，以及专为不同任务制定的干扰系统。这些设备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尤其在阻止伊朗Shahd无人机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Kivitas 的首席执行官谢尔盖·斯科里克表示，快速的信息交流和前线需求推动了技术的迅速进步。乌克兰公司能够在几周内根据前线的需求推出新型电子战产品，而西方的科技公司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发展出新产品。这种高效的创新速度使乌克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弥补电子战差距，并且取得优势的关键。与此同时，电子欺骗技术也在乌克兰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干扰敌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乌克兰能够迷惑敌方的定位系统，使敌方无法准确定位。这种技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得到广泛使用。当发生空袭警报时，乌克兰的手机定位系统会显示在其他地方，比如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或者白俄罗斯，从而有效地迷惑敌方。不过，俄军对此也有对策，比如使用光纤操纵无人机继续作战。早在今年3月，这款名为 Product 55的俄罗斯4旋翼无人机首次在24年3月2号由乌克兰军事博主揭露。无人机内搭载了一种奇怪的塑料卵形物体，内含未能立刻识别的设备。经过拆解，乌克兰专家确认这是一卷光纤电缆，配备了一款用于高速通信的商业光纤收发器。根据计算，这卷光纤电缆的长度达到了10813米。该技术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放出光缆而不破坏它。这一光纤技术并非全新概念。在美国，光纤导引技术曾用于导弹控制和无人机领域，并且得到了 DARPA 的关注。美国曾开发过一种基于光纤导引的近战无人机，用于城市战斗，但最终放弃了光纤，转而使用无线电控制。这种技术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应用一直局限在军事领域，且仍然属于相对小众的技术。与此不同的是，俄罗斯这一新型无人机显然是并非出自军事实验室，而是由俄罗斯的一些小型公司研发的，利用商业化的组件进行改进。这些公司开发的无人机系统包括热成像、长期待机和远程通信中继等功能。这些技术突破了过去苏联时代的官僚体制限制。使用光纤通信的优势在于，光纤信号无法被干扰或者探测，这对于防止敌方电子战干扰至关重要。在当前的无人机对抗中，电子战和无线电干扰技术成为了决定性因素。乌克兰军事专家 Flash 表示，乌克兰需要尽快测试这种光纤技术。
以确保在无人机技术的竞赛中不被落下。他还指出，俄罗斯的这一技术可能为未来战场上的新威胁，尤其是在电子干扰成为战术关键的情况下。然而，虽然光纤无人机在抵抗无线电干扰方面有极大优势，但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光纤无人机需要携带光纤电缆和收发器，这增加了重量并降低了有效载荷，限制了其攻击能力和持续作战时间。此外，光纤电缆在飞行中必须不断地释放并且保持稳定，这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极具挑战性，容易受到风力和气流的影响。光纤无人机的机动性也受到了限制，其活动范围取决于光纤电缆的长度，通常为10公里左右。这需要在更大灵活性和多变战术的战场上，可能不足以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同时，光纤通信虽然不受无线电干扰，但容易受到物理干扰，比如被楼房或者树木缠住，导致通讯中断或者无人机失控。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